中欧之间的气氛明显紧张起来，欧洲那边又是出台制裁，又是放狠话，对着咱们指手画脚，那股子颐指气使的劲儿，真是让人看着不太舒服。其实说起来，这也不是欧洲第一次这样了。在处理对华关系上，他们好像总带着一种高人一等的优越感，总想多占便宜，少吃亏。但过去这么多年，咱们中国对欧洲，说实话是挺宽容的，甚至可以说有点隐忍。可能有人会问，中国为啥要这么做呢？这背后其实有大的战略考量。毕竟那时候咱们正和美国处于对峙状态，对欧洲自然要多些拉拢，就算拉不过来，至少也得想办法稳住它，不让它完全倒向美国那边。但这一回大家发现没有，中国的反应不一样了。欧洲搞制裁，咱们马上就反制；欧洲放狠话威胁，咱们直接就回怼。甚至欧洲说要取消峰会，不沟通了，咱们干脆就懒得搭理。这种处理方式看着确实挺解气的。但问题来了，现在中美依然在对峙，为啥中国不再像以前那样对欧洲宽容隐忍了呢？这个转折点最迟应该是在今年3月份，当时刚出任中国政府欧洲事务特别代表的卢沙野公开表了个态，他说中国不寻求拉拢欧洲，而且欧洲如果无法实现战略自主，那很难获得中方的实质性信任与合作。从这句话里，咱们就能明显感觉到中国对欧洲的态度发生了重大转变，从以前的笼络稳住变成了现在的不迁就不盲从。那为啥中国会有这么大的转变呢？最核心的原因其实是现在的欧洲已经没有了咱们常说的统战价值。可能有人不太明白统战价值具体指啥，咱们掰开了说。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对欧洲是有战略期待的。经济上，咱们希望能稳定甚至深化和欧洲的合作，这样就能缓解一下中美贸易战、科技战甚至金融战带来的冲击。政治上呢，咱们也希望欧洲在中美博弈中能保持相对中立。为了这个目标，中国甚至愿意多付出一些代价，让欧洲能得到一些额外的好处。但结果呢？说实话，真不怎么样。就拿中欧投资协定来说，欧洲说搁置就搁置了，还有马克龙前2年好几次来中国要好处，拿到手回去就翻脸，这种事儿大家应该都有印象。这其实挺不合理的，因为中国对欧洲的诚意真的很足。经济上的让利就不用说了，政治上咱们一直支持欧洲走自主化道路，希望它能成长为世界格局中独立的一极。这些其实都符合欧洲自己的利益，也是咱们觉得能和欧洲好好合作的基础。可到头来，咱们算是热脸贴了冷屁股，甚至欧洲还总想着把中国卖给美国，好给自己捞好处。为啥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主要是内外两方面的原因。从外部来看，欧洲在政治和经济上都被美国绑得死死的，政治上的捆绑就不用多说了，大家都看得到。经济上，美国一直是欧洲最大的贸易顺差来源，这就让欧洲在经济上很难真正和美国脱钩。不过这2年情况也有变化，美国自己日子也不好过了，就开始盯上欧洲了。俄乌战争加上美元潮汐，不仅直接让欧洲大出血，还让它陷入了严重的地缘政治危机。按理说，这种时候中欧合作的空间应该更大了，咱们也没想把欧洲从美国的战车上拉下来，更没想把它拉到自己这边，只是希望欧洲能从自身利益出发，和咱们务实合作而已。但问题是，就连这种务实合作，欧洲都做不到。为啥呢？一方面，他依赖美国太久了，历史惯性让他就算被美国割韭菜，还哭着喊着不愿意分手。另一方面，欧洲内部太撕裂，太能内耗了。欧盟不是一个国家，是个国家联盟，这种制度设计就注定了它内部矛盾重重。比如说中欧合作，有些国家能受益，但有些国家可能会受损，这自然就会引发内部分歧。可欧盟又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机构能压住这些分歧，也没法通过转移支付之类的方式补偿受损的国家。就凭这一点，欧洲在对华问题上就很难达成统一意见，而且政治上的分裂还会加剧内耗。比如这次俄乌战争导致德国工业衰退，法国在某种程度上就把这当成了超越德国、抢占欧洲主导权的机会。在这种思路下，
对华关系难免就被卷进来，成了内部博弈的工具和牺牲品。再比如中国新能源车进入欧洲市场，咱们以前总觉得最大的阻碍是德国，毕竟这会影响人家燃油车的基本盘。结果真谈起来才发现，法国跳得更欢。为啥呢？一方面，法国想通过主导对华贸易政策，强化自己在欧盟内部的话语权；另一方面，他也想借着新能源汽车革命取代德国的地位，而中国新能源车的进入正好被他当成了巨大的外部威胁。除了这些实际利益层面的问题，意识形态上的撕裂也严重阻碍了中欧合作。欧洲现在主流的白左和新晋崛起的极右打得不可开交，各自形成政治势力互相抗衡，还把欧盟体系下的各个国家和政治组织都卷了进去。可欧盟这个所谓的中央根本管不住，反而被这些势力牵着鼻子走，成了个橡皮图章。这些情况，如果欧洲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大概率不会发生，就算发生了，国家内部也能有力协调，至少对外能有一个声音。但欧盟不行，政治上分权，加上长期被美国钳制渗透，导致它就算在意识形态层面也乱成一团。这一切反映到对外政策上，就是欧洲现在这种各行其事，前后反复，毫无章法的样子。更离谱的是，欧洲居然凭着一己之力，同时和美国打关税战，和中国互相搞经济制裁，还和俄罗斯在乌克兰进行地缘冲突。这事儿说出来可能都有人不信，欧洲哪来的底气敢同时跟中美俄三大强权开片？但他现在真就这么干了。你能说欧盟蠢吗？表面上看确实有点，但背后其实是欧盟这个体系太混乱，太撕裂了，导致他根本没法做出正常的政治决策和反应。这就是咱们说现在的欧洲没有统战价值的原因。咱们中国早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管子国序里就总结过，立出于一孔者，其国无敌；出二孔者，其兵半屈；出三孔者，不可以举兵；出四孔者，其国必亡。现在正是大国竞争的关键时期，欧盟却处于这种利出多孔、政出多门的状态，完全符合利出多孔、其国将亡的逻辑。而一个走向衰落的国家或联盟，总会出现各种奇葩事。欧盟现在的这些疯魔癫狂，其实就是这句中国俗语的现实体现，也是它丧失战略自主性，进而失去统战价值的根本原因。那面对这样的欧洲，中国该怎么做呢？最后要么自爆，要么就得对华、对欧大幅妥协，这样美国的霸权肯定会大受打击，多极化的全球格局也能加速形成。可欧洲现在这个样子，不仅指望不上他对美国说不，反而还想为虎作伥，幻想着把中国推出去给美国，好给自己换好处。既然欧洲是这种态度，那中国也没必要再客气了。而且外部形势也发生了对欧洲不利的变化。以前美国总统是拜登，他是民主党人，虽说民主党搁起欧洲来也毫不手软，但毕竟在意识形态上和欧洲同出一脉，政治上也更看重维护盟友体系。可现在是特朗普了，他玩的是极右，和欧洲现在主流掌权的白左建制派根本不是一路人。政治上，特朗普大搞孤立主义，根本不在乎盟友的利益。最重要的是，特朗普是铁了心要从外面割到肉，至于是谁的，他不在乎，只要能割到就行。欧盟本来还希望通过献祭中国来换取美国的豁免，这想法对他们来说挺美好，但问题是这次中国的态度太强硬了，特朗普试了试，发现啃不动，就算加上欧盟，估计也啃不动，反而可能崩掉自己好几颗牙。既然这样，再加上特朗普本来就没有什么盟友情节，甚至和欧洲这些跟民主党关系密切的当权派气场不合，这种情况下，他完全有可能把镰刀从中国身上挪开，转向欧洲。美国的这种变化也让中国处理对欧关系有了新的思路和选择。前面说了，中国最理想的是拉着欧洲抗衡美国，退一步，欧洲保持相对中立，咱们自己单抗也行。可现在欧洲这么不上道，还想坑咱们，那中国也就没必要客气了。那中国怎么做最合理呢？干脆就遵循大争之势不在餐桌上，就在菜单里的原则，让美国割资本，中国割产业，俄罗斯割地缘，大家各取所需，把欧洲分了算了。可能有人觉得这话有点狠，但咱们仔细想想，在了欧洲，
对中国有几个实实在在的好处。首先，能为中美缓和提供物质基础。既然欧洲不合作还想坑人，那之前和欧抗美的路子肯定走不通了。至于和美国单扛，不是不行，但代价确实太高。最关键的是，大家都知道，时间在中国这边，只要不是万不得已，真没必要和美国硬碰硬。当然，如果美国非要打，那咱们也没得选，只能奉陪到底。但如果能不打，中国肯定愿意休兵。现在特朗普在中国碰了壁，中美之间出现了阶段性缓和的可能。但问题是，特朗普这次是必须要吃到肉的，如果他从中国这里吃不到，从别的地方也吃不到，那就算和中国暂时缓和了，也不稳固，随时可能翻脸再找中国麻烦。这不是没可能，特朗普的字典里从来就没有信用2个字，他第1个任期内就对咱们干过这种事。但如果把欧洲割了，情况就不一样了。从欧洲虹吸到足够的资金和产业，特朗普搞再工业化就有了资本，给利益集团分好处也有了筹码，这样他自然就没必要拼着崩掉牙来跟中国死磕了。对中国来说，单从经济角度看，欧洲那些残余的中高端工业体系本来就是咱们产业升级要取代的对象。以前想着要统战欧洲，所以出手还有所顾忌，现在既然不打算统战了，也就没必要藏着掖着了，直接大刀阔斧的干就完了。产业资本能吸引的就吸引，全球市场能抢的就抢。反正这些东西咱们不抢，美国也会抢，倒不如尽可能捞到自己手里，别便宜了特朗普。最后，让欧洲尽快衰落，也有利于他早点清醒，恢复战略自主，将来重新具备统战价值。欧洲现在之所以烂泥扶不上墙，一方面是被折腾得太狠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家底太厚，还有资本挥霍。但这个世界终究是唯物的，不管欧洲人主观上承不承认，物质决定意识这个道理在他们那里同样适用。等欧洲经济大幅萎缩，生存条件和安全环境急剧恶化，到时候它内部的政治格局肯定会快速改变，本土派上台是必然的事。当然，本土派里可能也会有秉持国家民族主义的极右派，这有可能加剧欧盟的分裂和解体。但从宏观角度看，来自俄罗斯的现实威胁，加上当今国际环境下国家体量对全球博弈的重要性，决定了欧洲完全四分五裂是不太可能的，那样只会让欧洲各国在国际竞争中输得连渣都不剩。所以，就算现在的欧盟体系维持不下去了，极右派在各国上台，他们也很快会发现，国家民族主义根本玩不转，没有足够的力量维护本土利益。一番混乱之后，大概率会出现一个新的欧盟，可能会丢掉一些累赘国家，体量比现在小，但在远超当下的内外政治经济压力下，这个新欧盟的自主性会更强，内部凝聚力也会比现在高。如果是这样的新欧盟，那它对中国的统战价值反而会重新浮现，因为自主性和内部凝聚力增强了，它就能站在自身利益的角度务实处理对华关系，不会像现在这样被各种内外因素牵着走。至于体量变小导致总体实力下降，这对中国来说无所谓，只要没垮到完全上不了桌就行。甚至欧洲从一个自认为的世界级势力退回到大洲级别的区域性势力，反而能让它摆正自己的位置，更理性地和中国打交道做交易。总而言之，从经济基础来看，欧洲其实是具备世界级玩家资格的，但内部的撕裂和外部被美国渗透，导致它的上层建筑极度混乱，不仅没法有效整合自身实力，发挥应有的影响力，在外交上也没法用正常的方式处理国际关系，甚至搞出现在这种同时和中美俄三强开战的奇葩事。如果是平时，这种混乱的后果可能还不明显，但现在是大争之势，是100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时期，欧洲的这种混乱注定了它的下场。既然这一轮全球存量博弈必须要有一只肥羊被献祭，在中美都不想献祭自己，又一时半会儿熬不死对方的情况下，这个不上道还神神叨叨的欧洲拿来当双方阶段性歃血为盟的祭品，应该是最合理的了。毕竟机会给过了，是他自己不愿意上桌，既然做不到桌子旁，那就只能把它写进菜单里了。丛林世界的游戏规则从来就是这么血腥，却又这么朴实无华。
最近欧盟估计有些蒙圈了，他们原本想在稀土领域拿捏中国，结果没想到中国商务部7月6日一纸禁令，直接把他们打了个措手不及。这禁令可不是小打小闹，明确说了禁止欧盟的大额医疗器械项目进入中国，而且特别指出在华的医疗器材公司投标不受限制。说白了，这就是冲着欧盟原产地的医疗设备来的。可能有人会问，中国这步棋走的是不是有点突然？其实一点都不突然。欧盟之前在稀土问题上步步紧逼，觉得能吃定中国，逼着咱们在稀土领域让步。可他们忘了，中国早就不是以前那个在高端医疗设备领域处处受制的国家了。这些年，咱们在高端医疗设备上的突破有目共睹，现在禁止欧盟的设备进入，就是给咱们国产的高端医疗设备让路。这一下欧盟可就傻眼了，军用稀土没捞着好处，自家的医疗设备以后想进中国市场怕是难上加难了。说到这儿，咱们就得好好说道了。欧盟也不想想，巴统和瓦森纳协议可是限制了中国70多年啊，现在也该让他们尝尝被禁的滋味了。咱们先来看商务部出台的具体措施。7月6日，商务部在回应记者提问时就说了，欧方不顾中国释放的善意和诚意，采取限制措施，构筑新的保护主义壁垒，中方不得不采取对等限制措施。随后，中国财政部发布的通知里公布了详细信息，采购人采购预算金额45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医疗器械时，要是确实需要采购进口产品，在履行法定程序后，必须排除欧盟企业，不包括在华欧资企业参与。对于参与的非欧盟企业，他们提供的自欧盟进口的医疗器械占比不能超过项目合同总金额的 50%。 不过有个例外，就是如果只有自欧盟进口的医疗器械能满足采购需求，那这些措施就不适用。这个通知从2025年7月6日起就正式实行的。那中国为啥要出台这样的禁止措施呢？这就得回溯到6月20日，欧盟委员会依据国际采购工具 IPI 宣布，禁止中国企业参与价值500万欧元以上的欧盟医疗器械公共采购项目，还要求中标方使用的中国原材料比例不能超过 50%。 这个措施在6月30日就生效了，有效期是5年。这事儿说起来，欧盟可能压根就没想过中国会报复，或者说他们打赌中国的高端医疗设备没法替代他们的。确实，以前中国的高端医疗设备长期被欧美霸占，比如核磁共振仪 MRI、 计算机断层扫描设备 CT 领域，主要就是西门子、飞利浦这些欧洲巨头，还有美国的通用公司，这几大巨头几乎占据了全球主要市场。除了核磁共振设备，像心脏起搏器、血管支架、心脏瓣膜等介入治疗器械、腹腔镜、关节镜等微创手术设备领域，还有外科手术机器人与精密手术工具等，欧盟也占据着相当大的优势。另外部分市场则被美国厂商占据。从公开数据来看，2017年中国从医疗设备进口总额是204亿美元，其中从欧洲进口的占比 37%， 有 75.48 亿美元。到了2020年，进口总和达到 223.56 亿美元，欧洲进口占比 43%， 是 96.13 亿美元。2023年进口更是涨到了 333.5 亿美元，欧洲进口占比还是 43%， 但金额已经达到 143.4 亿美元了。大家看看，欧洲进口的医疗设备进口额一年比一年高，2023年更是突破了1000亿人民币。这么大的一个市场，难道就一直被欧美设备把持着吗？其实不然，近些年来，咱们国产的高端医疗设备已经有了不少突破。比如在 MRI 核磁共振领域，国产设备的占比已经达到 35.1%， CT 市场的国产占比更是超过了 53%， 手术机器人领域也实现了突破，国产手术机器人有着很大的优势。这时候可能有人会问，既然国产高端医疗设备已经突破了，为啥进口总额还在连年增加呢？其实原因很简单，这些年来，中国的大中型医院建设搞得如火如荼，需要采购大量的 MRI、CT 机等高端医疗设备。就算国产替代的占比越来越高，但市场总额在快速增加，所以欧洲高端医疗设备的销售额依然在逐年上升。所以说，
真搞不懂欧盟为什么要执行这种几乎是自杀式的禁止策略，他们就不怕中国对等报复吗？中国的高端医疗设备已经崛起了，同类设备的价格只是欧美产品的1/3到1/5，甚至是1/10。以前欧洲与中国处于蜜月期，咱们不好意思用行政手段干预，但现在欧盟竟然不长眼，出台了禁止中国参与价值500万欧元以上的欧盟医疗器械公共采购项目这样的政策。咱们再看看市场规模，欧盟市场有中国大吗？2024年中国对欧盟医疗器械出口额是 739.83 亿元，约合 103.9 亿美元，而欧盟出口到中国的金额则高得多，几乎是中国出口欧洲的 1.5 倍。而且中国出口到欧洲的除了部分 CT、MRI 设备，大部分都是利润比较低的中低端医疗设备，还有一次性医用耗材。简单来说，就是中国在这个贸易中挣得少，欧洲挣得多。禁止之后，中国可以用更低的成本采购设备，而欧盟则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去采购替代商品。因为在大部分医疗领域的一次性用品方面，除了中国能提供质量好、价格低廉的产品外，其他国家很难做到质优价廉两者兼得。所以大家说说，到底是谁赚了谁亏了？看到这儿，大家是不是发现一个问题？中国可能早就想动用行政手段干预这个医疗设备市场了，只是碍于欧盟与中国的友好氛围，咱们一直都是伸手不打笑脸人，不好意思出台相关政策。这次欧盟不长眼，主动实施了这个吃力不讨好的操作，这不就是给中国提供了一个合理的理由吗？大家也看到了，欧盟出台的政策有个5年的期限，但中国商务部可没说期限啊，以后想解封恐怕就遥遥无期了。说到被禁的滋味，巴统和瓦森纳协议限制了中国70多年，现在也该让欧美尝尝了。或许这就是欧盟病急乱投医吧。6月25日，欧盟驻华大使豪尔赫托莱多表示，欧洲请求中方理解欧洲企业的恐惧和顾虑，说磁铁短缺对欧洲企业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影响。其实欧洲出台禁止中国参与价值500万欧元以上的欧盟医疗器械公共采购项目的大背景，是中国在今年4月4日出台的重稀土管制措施。这事儿也是特朗普对全球加征关税后中国出台的一系列报复措施之一。不过这个管制措施可不只是针对美国，而是针对全世界。但大家要搞清楚，是管制而不是禁止，依然可以通过审批流程获得稀土。6月初，中国已经承诺加快处理欧洲企业的稀土出口申请，同时中方还放松了对美国3大汽车制造商的稀土管制。中国对民用领域的稀土限制正在逐渐放开，但禁止稀土用于西方军工产业。欧美都需要稀土，现在他们也尝到被禁止的滋味了。稀土对欧洲来说确实非常重要，欧洲的3大战略产业都少不了稀土，而且俄乌战争后欧洲正在进行能源转型，稀土就显得尤为重要。咱们来看看欧洲各领域稀土的使用比例。在绿色能源转型方面占比 65%， 像电动汽车，其永磁电机依赖铝、钋、锑等稀土，战车用稀土的 90%， 欧洲电动车产能 100% 依赖稀土磁体，风力发电中永磁体能提升风机效率 30% 以上，风电涡轮机中稀土磁体占比超 80%。 在高科技制造方面占比 25%， 电子产品中有特用于手机 LED 屏幕的荧光粉，而用于光纤通信占消费电子核心材料的 70%， 医疗设备中镉用于 MRI 造影剂，钴用于激光手术设备，占高端医疗设备材料的 15%。 在国防与航空方面占比约 10%， 军工装备里导弹制导系统需要特、低战机雷达涂层用以，一架 F-35 需要消耗400公斤稀土。航空航天中，高温合金添加镧是能提升发动机耐腐蚀性 50%。 2024年，欧洲轻稀土进口自中国的比例在 90% 以上，主要是高端稀土永磁铁等。电动车与欧洲比较有优势的风力发电等领域用量非常大，重稀土几乎 100% 来自中国。中国控制着全球 40% 的轻稀土储量及 90% 的精炼产能，几乎 100% 掌握了重稀土技术与产能。
尽管6月初中国已承诺加快在民用领域的稀土审批，但军事领域的应用依然被禁止。目前不知道欧洲的重稀土储备情况，但可以了解到，欧洲就算有富余的重稀土，也会被运往美国。5月12日中美日内瓦谈判后，中国并没有放开重稀土管制，美国为了逼迫中国开放重稀土，不惜祭出禁止伊达工具和 C919 发动机的手段，但日前又不得不开放一些领域来换取中国在稀土领域的让步。所以欧洲的行为有2个可能，一个是因为在军工领域得不到稀土，想逼迫中国让步，另一个也有可能是为美国站台，疯狂针对中国，这些可能性都存在。而且这个禁止措施实施还没3个月，欧盟就有点扛不住了。要知道，中国可是被欧美联手通过巴统以及瓦森纳协议禁止了70多年啊！所谓的巴统协定 COCOM 全称为关于常规武器与军事技术出口控制的协商委员会协定，是1949年由美国牵头，英国、法国等17个西方国家组成的多边出口控制机制，目的是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军事及敏感技术禁运，防止战略物资和先进技术流入这些国家，维护西方在冷战中的技术优势。1994年该协定解散。巴统协定将中国列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实施严格的出口限制，涵盖军事装备、尖端工业技术等领域。尽管20世纪80年代对中国的限制略有放宽，但核心的高技术产品和军民两用技术仍被禁止出口。这一限制长期制约了中国在航空航天、精密制造等领域的技术发展。巴统协定结束后，大家别以为限制就没了。1996年接替巴统的瓦森纳协定开始实施，旨在控制常规武器和军民两用物品及技术转让。现在有42个成员国，印度也是成员国之一，秘书处设在维也纳，实际受美国控制，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进行技术封锁。到现在，瓦森纳协定依然在发挥作用。中国曾经深受这2个协议的极大限制，但随着中国制造2025设定的目标不断突破，中国在绝大部分领域都不再有短板，甚至很多领域已经走到了全球最先进的行列。所以在中美关税大战开始后，中国才能如此淡定，任凭美国如何出招都能从容应对，这就是手中有货，心中不慌。这次欧洲禁止中国医疗产品后，中国立马进行对等报复，这就是底气。不过这也和去年年底后中国改变战略威慑方式有关，中国越来越不介意公开军事装备，还会配上图片和视频，在反制与报复政策上能谈就谈，不能谈就直接公开报复措施。比如针对美国在4月2日加征关税，中国在4月3日公开喊话后，4月4日就直接出台了报复措施，重稀土管制就是当天出台的。这下美西方都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了，真可谓物谓言之不预。中国一直都非常讲究事出有名，事出有因，所以在没有核实氛围的情况下，很多稳准狠的政策不好意思出台。但要是有人不长眼撞到枪口上，那就不好意思了。而且这种措施一旦出台，想收回来就难了。比如立陶宛到现在还在黑名单里，澳大利亚之前搞事求了4-5年才被开放，加拿大搞事到现在还在赎罪呢。我们非常理解欧洲对稀土的恐惧，就像我们当年对巴统和瓦森纳协定的恐惧一样。但咱们还是要忠告欧洲，恐惧是没有用的，时间久了只会吓出心脏病来。与其怕得要死，不如拿出点诚意来谈判，恐吓和禁止是没用的，中国人根本就不吃这一套。